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唐晨留给唐三的惊喜，以及他和波塞西最终的结局。唐晨和波塞西都是99级绝世斗罗，但他们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。当初唐晨和千道流结伴来到海神岛，两人同时爱上了波塞西。面对他们的追求，波塞西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，但唐晨却误会了。他对波塞西许下不成神不归来的诺言。唐晨是幸运的，又是不幸的。他成功地找到了修罗神的传承，但却在考核之中遭到了罗刹神的暗手，被九头蝙蝠王寄生，神智迷失，成为了杀戮之都的杀戮之王。但杀戮之都最后被唐三的血色天鹅纹毁了。随后杀戮之王离开杀戮之都，到处寻找唐三和胡列娜报仇的时候，被唐三的海神之光唤醒了神智。清醒后的唐晨再登海神岛与波塞西重逢。当唐三回到海神岛准备进行海神传承的时候，才知道唐晨早已经逝去了，而波塞西也因为唐晨的死悲伤过度，变得容貌不在，苍老的脸就像风烛残年一般。唐三见到波塞西的时候，就猜到了他的变化与自己的曾祖唐晨有关。原来唐晨在唐三海神三叉戟的帮助下挣脱了束缚，重新找回了自我，但九头蝙蝠王的剧毒也早已经侵蚀了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完全被腐蚀。原本作为杀戮之王的时候，体内的能量还不算庞大，再加上他当时又是被九头蝙蝠王控制着身体，所以还能保持生命。但当他恢复神智之后，属于他自己本身的实力以及修罗神部分的传承之力入体之后，他被剧毒侵蚀的身体无法支撑他强大的能量。唐晨在来到海神岛见到波塞西的时候，身体就已经快要崩溃了。原本他想要等唐三回来亲眼见到自己的后代继承神位，但修罗神霸道的能量并没有给他多少时间。他在海神岛陪伴了波塞西3天，3天之后依旧是离他而去。唐晨在波塞西的怀中含笑而逝后，波塞西抱着唐晨的尸体不眠不休不动整整7天。7天之后，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老态龙钟的样子。唐晨在死之前将传承修罗神最关键的修罗魔剑留给了唐三。修罗神的传承与海神的传承是不太一样的，海神的传承是专一的，只要选择了一个就会专心的去培养，直到神选之人拥有了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传承。而修罗神的传承可以说是广撒网，只要是拥有杀神领域的魂师就有传承修罗神神位的可能。不过想要传承修罗神的神位还是要看各自的努力。唐晨临死之前为唐三留了多一个选择，因为他明确的知道修罗神的神力比海神更强，而且当初唐晨在海神之光的作用下清醒后就获得了修罗神的认可，只要再完成传承就可以继承修罗神的神位。不过他的身体却经不起庞大的能量冲击，但他不甘心让自己多年的能量就这么消逝，所以他将修罗魔剑留给唐三。这柄魔剑是唐晨多年积蓄的修罗之力凝聚而成，再加上他临死前将全部的能量注入其中，所以这柄魔剑已经达到了神器的程度，也得到了修罗神的认可，在品质上绝不亚于海神三叉戟。这柄魔剑也可以算是修罗神传承的媒介，只要唐三拿起这柄魔剑，他就有传承修罗神的可能。但唐三在吸收深海魔晶王魂环之时，经历过海神能量和修罗能量的拉扯，此时的他完全不敢随意触碰这柄魔剑。在这个进行海神传承的最后关头，他不能冒险让自己体内的修罗神力复苏，进而影响他的海神传承。不过唐三不知道的是，在唐晨死后，他就是修罗神位的第1顺位继承人。目前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人能传承修罗神位。杀神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就像是唐三获得的海神之光以及海神亲和度。杀神领域的不断进化，就相当于唐三在不断的接受修罗神的考核。当唐三的杀神领域进化成修罗领域之时，就已经得到了修罗神的认可。只是可惜，修罗神力没有抢过唐三体内存在已久的海神神力。当然，海神神力也无法驱逐修罗神力，只能将修罗神力压制在唐三的左臂之中。唐三选择继承海神神位之后，再研究修罗魔剑中的能量。在他开始海神传承之时，他才知道海神传承之门是以波塞西燃烧生命为引。原本波塞西还想活着，所以当初在唐三考核时，他是真的动了杀心，但他也只是想要再见一见唐晨。如今他已经见过唐晨，并且唐晨先他一步逝去，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，只想追随唐晨。原本唐晨的死，这对唐三有不小的刺激。波塞西为了他的传承献祭，更是让他心如刀割。所以当唐三穿过传承之门，进入海神殿见到海神之时，他是不满的。虽然海神向唐三解释了一番，但唐三还是不能释怀波塞西的死。随后海神告诉唐三，波塞西虽然死了，但他的灵魂却并不会消散。波塞西的灵魂会在海神的力量引导下去到另一个世界。一直以来，波塞西对海神以及海神岛的付出，海神都看在眼里。他能为波塞西做的就是赋予他灵魂永生的力量，而且他也知道波塞西的心意，所以海神在唐晨死后帮了他一把，让他的灵魂也能继续生存下去。这样波塞西和唐晨虽然肉体死了，灵魂却可以在另一个
个世界永远不分开。其实就连海神都有点羡慕波塞西，因为当年的他一心修炼成神，所以至今他都是一个名副其实孤寡的海神，而不像波塞西一样可以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。海神降临下界来见唐三，就是想要为唐三剧透一点，以及清除唐三因为波塞西死亡而产生的杂念。唐三被海神丢去传承之后，修罗神也来到了海神的神殿。海神与修罗神因为唐三的传承发生了口角。论先来后到的话，唐三的确是先有的杀神领域，但他现在接受的是海神神位的传承，一步一个考核，也是一直按照海神继承人的规划来的。两个神都想要唐三继承神位，而唐三在面对修罗魔剑时选择搁置一边，想要先成为海神再说。对修罗神来说，他可以等唐三传承结束之后再来，毕竟谁叫唐三有2个武魂呢？唐晨和波塞西2位强者的结局，在兜兜看来也算是比较圆满的。毕竟就算唐晨没有死，波塞西为了唐三还是要献祭的。现在这种结局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。而修罗神的小心思，就算是唐三成为了海神，也还是可以筹划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兜兜。喜欢兜兜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